川普他4号清晨，这个一公布之后，哇，大家都跳脚了。来，目前呢，他告诉他们的国人，进入了经济紧急状态，对等关税影响180多国，最多课到50%。那他的讲法是说呢，这个叫做对等关税嘛。可是呢，即便是对等关税，我还给您打折，我可算一半而已，我没有真的跟你说到那么高。他只是为了要提振国内的制造业，这里面中国课了34%，如果你再加上之前的，那不就20变成54了吗？哈，欧盟、台湾、日本、印度，我们是前段班的同学，现在呢铺天盖地的攻击，说连无人岛的海豹啦、企鹅啊，他们也通通都入列了。比如说啦，英属福克兰群岛3200人而已，100万只的企鹅，他们的关税是多少？41%。南极的澳洲这一边，有一个岛上面呢是海豹、企鹅，居民呢没有，也要面临10%的关税。那个10叫低消，你知道吗？基本盘就是10%。那也因为这个真的太激进了，没有人想到它杀成这样，所以呢，美国的盘后道琼斯暴跌了大概1100点。那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呢，100也是惨跌了4.7%。他们的财长贝森特是这样告诉你的。你觉得很害怕吗？你想要反击吗？千万不要！原因是因为一反击的话，我告诉你，你更高的税率就会再上去。你不报复的话，那就是这样啊。如果你报复的话，那反弹作用力会更大。目前呢，看到的是他们对中国的新增关税，我们刚刚讲了嘛，累加上之前的那个20，就会变成54嘛。甚至呢，他们还取消了小额包裹关税豁免，就是本来讲的那个800块钱以下就免税的小包裹。那这件事情呢，其实2月的时候来一次，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们的邮政局还不送，就是来自于中国的相关的包裹。后来呢，为什么又突然取消？有人在质疑是不是因为他也没想到你要加征这一些包裹，那个量很大，你有没有足够的人来处理？好，现在呢又要把它加回去了，是不是表示说基本上他就是准备好全面要来征税？5月2号起生效。那中国的商务部就痛斥这个叫做典型的单边霸凌做法，同时呢，他们现在也重申了贸易没有赢家，而且呢还呼吁美方要通过对话磋商来解决分歧。好，可是问题是讲都是这样讲啦，但是美国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它是一个自己一个人一个圆点，不太需要跟你有交集的状态。官媒，大陆的官媒说，这个他们根本就自绝于全球的自由贸易之外。彭博社报道则是说呢，其实早就有准备了，因为中方早就已经收紧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希望呢能够增加一些谈判的筹码，同时呢，也要在这一次的这个风险管控当中先抓下一些。另外，你会想问，到底为什么台湾关税这么高啊？它怎么算的？来算给您听。它的算法是这样说呢：如果说呢你对我有所谓的贸易逆差的话，我就会放在这里。那这边呢则是进口总额，贸易逆差除以进口总额之后的数字，就是我要跟你争的数字。但是呢，因为我们要给你打个折，打对折，所以最后下来才会变成了除以2，最后的一个合理的计算公式。川普计算公式，很多经济学家会有人说，这个算法好像怪怪的，就经济学没有人这样算。但有需要跟他较真吗？因为他有在意你这些内容吗？他在意的是数字啊。来，实际的看到的是，他目前呢，中国对美加征关税的领域，其实呢都是包括了农产品、坚果、葡萄酒、猪肉等等等。而美国对中增加关税的是什么？高科技产品、医疗器材、工业机器人、电动车、航空产品、科技技术。如果呢你没有仔细看，你把上面盖起来，你还真是猜不出哪一个是哪一个，会跟我们以往的印象有点错乱，你知道吗？而且你要了解的是，美国的农民，包括他们有很多的玉米啊、大豆等等，以前是送往中方的，是卖给中国的。在这一波，他们想问的是，美国农民这些红州的选民扛得住川普的关税冲击吗？另一件事情呢，则是他们有没有可能，其实现在东协国家受重伤，会让习近平让他们可以更加的全部团报靠近在一起，因为这一次包括了越南、柬埔寨。关税额，你看越南是46%，柬埔寨是49%，都比中方来得高啊。越南呢，以前有很多的
厂有没有？上一波他打贸易战的时候，不是说要对中国课关税吗？他们就直接南移到了越南去做鞋子，去做衣服。好啦，你现在越南课这么多，课的比中国还要来得多，那一些大厂怎么办？股价当然就直接掉下来啊。所以你其实也是打到你自己人。南华早报报告是说呢，不趁此时待何时？习近平计划4月即将要出访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刚刚好就是你这一次重扒在他身上的这几国家，赶紧跟他们好好交朋友。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要怎么样来看川普现在的对等关税呢？是告诉180多个国家不要反击哦，反击之后可能会打更重。这个没有用啊，这个只是欺负中小朋友用的啦。我跟你讲，连加拿大那个卡尼都说他一定反击，他根本就不管你了，就跟你拼了。那最大的2个就是中国跟欧盟嘛，完全不让。欧盟事实上要找美国的麻烦很容易啊，对，因为那个数位服务，欧洲几乎没有自己的公司啊，都是美国啊，亚马逊、谷歌、脸书，那欧洲就来磕你的服务业的税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还很难讲啊。还有中国，你去看中国啊，中国这一次他给他加34%，对，那中国既有的税就34%，那加上去不是68%，你能加到哪里啊？而且事实上贸易战不是看你加的税了，贸易战主要是看后面这个成本由谁来吸收了。比如说我们讲沃尔玛。沃尔玛它一年它有60%的东西从中国购买，那沃尔玛敢转移它的成本到中国出口商吗？你敢转移吗？上次被叫去喝茶了。是啊，为什么？因为沃尔玛在中国有百货业啊，所以他不敢转移嘛。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到最后是看谁的议价能力高，所以这个关税的成本最后是出口商吸收，还是美国的进口商或美国消费者吸收？还很难讲啊，还很难讲啊。那还有观察的第2个点就是贸易会不会真的减少？事实上，1930年代那个29年，那个我们讲那个 Small Holy 那个法啊，就一下把税，后来因为反制嘛，结果税一下拉高到60%，对啊，全球贸易在2年之内掉了30%，对，后来就经济大恐慌嘛，对不对啊？那我们就要来观察贸易会不会减少。那搞不好是对你美国贸易减少啊，那其他地方贸易会减少吗？就这个线了，不是啊，就是你美国人家就不要卖你嘛，去找别的地方来增加贸易嘛。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啦，你这样会不会去加速中日韩来谈 FTA 啊？会，肯定，因为中日韩要自保嘛，当然，对不对？那比如说我刚刚也看到另外一个资料，就是说，那越南怎么办？越南就说他要想办法去增加跟欧洲的贸易啊，不然你怎么办？你怎么自救？合理，对不对？因为你跟美国你怎么谈嘛？他是巨人呢，你是小朋友你怎么谈？所以我们那个行政院不知道是吃了什么药说他要严肃交涉，叫大家好好睡觉。我不知道你是凭什么去跟美国严肃交涉，你有什么筹码啦？所以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这一局可能还要先观察几天啦。可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已经跳出来做评估了，比如说高盛高盛说美国的衰退率从20%拉高到35%。高盛他立刻评估啊。那很多经济学家讲得更严重，如果美国提早进入衰退呢？你川普还能这样玩吗？如果中国跟欧洲一直不让呢？那事实上你到底惩罚到了多少国家？你到底能够捞到多少钱啊？我是严重怀疑啦，因为别的国家，比如说日本日本也不讲说他要报复，他不敢讲那日本就说，哎呀，我们就这个辅导各个企业啦，让他们个别有竞争力啦，积极应对啊。他就这样讲嘛我跟你讲，他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也不会再承诺你美国说，不然我加买什么好不好？你现在有听到这种声音吗？大概是越南越南真的没有办法那越南只好说，我愿意买美国的天然气那我降低一部分的进口税大概是这样了。印度也是这样了。是。
可是大概都是这个大概是这个规模的国家，你赚不到太多的大钱呐。好，可是日本人家先前已经先承诺一次啊，如果承诺一次不行的话，那当然就找其他的门路啊。但我们要请教一下苑老师，你怎么样来看？他到底就像刚刚讲的，赚得到钱吗？啊，那他想要伤中国，最后伤到谁？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讲起来真的蛮有趣的。首先第一个，我要让大家感觉到，这个美国的通货膨胀是跑不掉了。为什么呢？大家在记忆中犹新啊。因为我们在教课的时候，我们讲财经哲学的时候呢，最重要是说人的脑袋里想的事情都不能够预测未来，是，但只有一件事例外，就是博弈论。博弈论里面计算它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贸易战，就是保护主义。就你只要制裁我关税，我就制裁你关税的话，大家相互制裁，而且没得选择的，你不能示弱。你不能所有的国家都不能够示弱，除非的话呢，所以说这一次的话呢，就是美国本身来讲柿子都挑软的吃，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人家这个加拿大啊、欧盟啊、中国啊，或者所有的国家，通通都不会示弱，一定会反价。这也是构成了1929年、1930年刚刚亮哥讲的那个极惨的悲剧，叫 Great Recession。那川普现在为了消毒，说有一个 Trumpsession，就我来的话呢，就确实会有萧条，但是这是阵痛，这是短期的。对。然后长期来讲会什么呢？它有3大好处，第一个，美国会赚钱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的制造业回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呢，我们这个展现美国的优势就是美国的优势是经济，不是军力啊。我跟你讲，这3者他都要失望，就要非常落空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美国制造业回不来了，但是美国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麻烦。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到那个中央北路的 PX 有着间接的关系，看到美国的牛仔裤啊、美国的衣服啊、美国 T 恤都是美国制造那个不就是说基本上很好，但是很贵嘛。但是美国现在出来的话呢，叫越南造、叫柬埔寨造、叫孟加拉造，这些造的话呢，品质是一样好，但是呢，它就变得很便宜嘛。所以美国本身来讲，享受这么长期自由贸易，享受了很长期。那现在川普所打的这个关税的名义当中，就是要让把门关上，要大家自己制造。自己制造，你本身来讲，你的薪水不够，美国生活这么贵的话呢，除非你美国愿意降低水准。降低生活水准，美国怎么可能干这些事情呢？所以说，他的制造业也回不来。然后，另外他是赚这个小钱，这个小钱，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钱是美国人要出啊，你美国人要维持这个生活水准，你要出啊。今天还采访了义乌义乌里面的每个人都讲说，他们尽量跟美国这个做生意的时候呢，要让美国人了解这些东西要美国要买的话呢，他们要协调。我必须要在这边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如果你贸易之间往来的话呢，是以供需原则为准的话呢，在商言商你加关税的话呢，只要你加到可以忍受，它就一定会照样进行下去。你加关税加到不能忍受的话呢，那它就是这个生意没法做。像欧洲跟美国的生活水准一样，那中国现在有些高端的产品的生活水准一样，它就彼此相互制裁，但是会产生一个美国把人全部赶出去了。孤立了，其他人全部合在一起了。所以我曾经这个做过很重要的预测我就说是中国跟欧洲会展开一个新的一个 romance， 我不敢讲蜜月期但是有这种关系。另外最重要的是那个贝森特讲那个话就说是你不要报复你要报复我们更严厉那你来嘛，人家绝对你看那个样子就是，人家绝对会这样继续搞你的嘛，就你要先搞人家。这个跟打仗是没两样的嘛，贸易战就是一种战争嘛。但就是不能缩手就发现你没力了，没力就会被吃掉。来请教姜老师。是我延续刚刚苑老师说的川普的这个打法可能会加速世界的多极化的形成。如果你看拜登任内他是想维持一个美国单极化的这个优势所以他强调什么民主价值啦、自由啦，捍卫乌克兰提供武器，但是他没有成所以乌克兰也没有打胜，然后从阿富汗撤军很狼狈，死了好几个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所以拜登是失败了，所以才让川普上来。但川普现在呢，他要自己成为保守主义者，所以他不要管你别的事，那别人家别的国家的事情。因此会促成这个多极化的形成。但是提到这个美国农民美国农民在担忧，因为他很大的输出都是卖到中国，现在中国对他反制加税，那怎么办呢？我倒想到我们台湾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在不久前，我看农业部有一个新闻，说9月要派团去美国，说采购农产品那里面列了很多项，其中也包含呢说要加大采购
大豆玉米啊，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个所谓大豆玉米就是所谓黄小玉啊，就是黄豆、玉米、小麦，这主要进到我们台湾来啊，其实不是给我们人吃，是给饲料啊，是给猪、鸭、牛、羊吃的这个饲料。那我看前一阵 CSIS 有一个报告就提到台湾啊，说要我们台湾的这个军费 GDP 要升高，同时他讲了一个数字，他说台湾这个很危险啊，社会这个韧性不够，为什么呢？因为说粮食自给率只有30%，哎呀，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胡扯，这都是其实不是真正很懂啦。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如果看分项的话，其实像肉类啦、像稻米啦、像蔬菜水果乃至鱼，我们都超过100%啊，接近100%，我们不缺。那为什么总和的粮食自给率只有30%几，这么低呢？主要就是被这个大宗谷物黄小玉给拖累了。黄小玉它主要用来不是给我们吃，是给我们猪吃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想办法来消解这个粮食自给率太低哈，我们就不要进口黄小玉，而直接进口海外猪肉、海外牛肉。你说啊，那这样不是很贵？谁讲的？海外的猪肉都比我们多数都比我们台湾猪肉便宜。但其实讲到贸易这么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他好像对他们的 Anglo-Saxon 人会比较好，没有的。来带您看看的是这一回呢，他其实4月2号的时候宣布了这个叫做所有180多个国家关税。大家先前所讲的3月1号已经实施了25%的汽车关税，4月4号几天之后呢，25%的啤酒还有空铝罐的关税也会生效。好，这个呢撞打谁？这个打墨西哥，打加拿大，打他的好朋友，还有5月3号25%的汽车零件关税。那么这么多的一些内容，大家就会问，他到底会真正伤到谁？看起来不都是他的朋友吗？关税战目前很多人都说对美国其实是最伤的，就是耶鲁大学实验室他们就算出来了。光打这个汽车啦，其实最有可能是导致他们自己美国人每个家庭的平均可支配所得少了大概将近500多块钱。世界就是这样改变的。加拿大这边已经讲了，如果就他们目前线下这个当下来看的话，他觉得啦，中国市场才是重点啦。加拿大的汽车零件巨头，他直接的说，我们在中国拥有69家的工厂，有雇员超过3万人。中国业务呢，其实占他们的总收入13%。以后这边可以好好的来瞄准、来深耕，甚至呢，包括了沟通的管道的部分，我们都必须要畅通。原因是因为有些关税，可以的话，我们就先取消嘛，像是菜籽油啊，像是豌豆啊，你们是征收了100%的关税，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法？原因是因为美国现在对他们真的没有在缩手。其实呢，不是所有的共和党人都这样看的。譬如说老派的共和党人哈，以前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当领袖的这一位 McConnell， 他怎么讲的？他说，要知道加拿大是我们的盟友，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来伤害我们的盟友？所以呢，在参议院对加拿大课税的决议的时候，他跑票了。不止他，有4个人都反对对加拿大来征收关税。结果川普怎么说？川普说他 disloyal。不忠诚，这个字很重要哦。对川普来说 ，loyal 是 everything。如果你对我不忠诚的话，那之后会怎么样来做出反击呢？其实不是只有加拿大而已，欧洲现在也一样群情激愤。他们说呢，对于川普非法关税，要采取统一的应对措施，而且呢，绝对团结回应。另一个部分呢，则说，美国这么干，就是等于他在把自己排除在世界的贸易之外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觉得很愚蠢，但你没有办法阻止他，而且他以为他打的是中国，但你要知道，你打欧洲对中国来说是个礼物啊，正中他下怀，因为我还是得吃饭啊，我这边没有办法生活的时候，我当然就是要转另一边啊，那不就是
让中方也好了吗？那这真的是你要的吗？中方其实适时的有释出一些橄榄枝，比如先前不是跟欧盟也要有关税战的时候，要查他的白兰地反倾销吗？现在说延期了啦，再延3个月。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讲了，这个时机点刚刚好，就在这个时刻。甚至有美国媒体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说，在川普这样子无差别攻击之下，没有朋友了啦。以后我们真的要再发生911的时候，谁还会同情我们？我们真的有难的时候，谁会对我们伸出橄榄枝跟援手呢？所以想请教一下亮哥，您要怎么样来看？好，现在这个无差别攻击其实一个接一个啦。4月2号这个呢，有部分4月4号启动，部分4月9号启动，紧接着5月3号还有汽车的零件关税，反正一波再一波，好像没有停。我这个大概要3个月才会看到结果啦。是，就比如说美国的通膨增加多少，对，然后成本是由谁吸收，对，那全球贸易到底减少多少啊？这个都要大概3个月的时间，甚至到6个月。不过就说川普要的目的是什么啦？第一个是你希望别人把制造基地迁到美国嘛？对，你以为有这么容易吗？你美国那么贵，你以为大家都可以到你那边生产吗？而且你需要的很多那个制造业的产品都是从那个第三世界来的啊，他们怎么会有能力到美国制造？所以我觉得这个逻辑真的很怪啦。因为美国是所有的成品都比当地高而且比如说你征越南46%啦，我越南到美国生产成本要增加100%以上啊，所以这个怎么可能构成诱因逼我到美国制造？所以这逻辑就不通嘛。那第二个就是你的顺差太多，你要多买一点我的东西，那这个就不是市场逻辑嘛。事实上现有的状况，为什么我买的少？就是我真的没有需要那么多嘛，需求少，对不对？那有第3个，我认为是最严重的，这个美国立刻会感受到。事实上，美国之所以会对全世界贸易逆差，就是因为它要维持美元的霸权。这2个是有逻辑上的关系的，因为大家都要把东西卖给你，所以大家都要拥有美元嘛。那如果逻辑不再是这样，你美元霸权维持得住吗？比如说接下来如果是中国大陆愿意进一步开放市场，那搞不好更多人就可以把东西卖到中国。中国现在的消费市场当然没有美国那么大了，可是越来越接近啊，大概有美国的70%左右。可是在追近嘛，而且他愿意打开啊。那因为你要卖进去中国，你就要用人民币啊。对，所以我说，我觉得美国有很多经济学者看到的就是川普的愚蠢就在这里啊。就是美国之所以会贸易逆差，几乎对全世界，就是因为他要拥有美元霸权嘛。那你美元霸权有另外的赚钱的方法你可以印钞啊，对不对？金融市场哪里知道你会搞到36.2兆的国债？那就是你自己恶搞造成的嘛。可是你有你的金融市场的优势啊。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如果我认为最大的冲击是影响到美元霸权的地位。就是说你让大家觉得说，跟你美国做生意很累啊，不确定性那么高，那你要逼我去你那边制造，那我又做不到，那我怎么办？我只好再去找其他客户啊。因为我总要活下去嘛。所以不一定只找中国啦，我觉得大家都会相濡以沫啦。就是这个the world without the US 我想办法在这个没有美国的世界来找我的空间啊，不然怎么办？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人说了，在贸易战之后，下一波就是汇率战，这个什么时候会到来？我们先去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我们说川普这一回的无差别攻击，其实就他的盟友来说感受最深的，很多人就直接讲他愚蠢啦。请教苑老师，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映入我脑海当中，立即就是中国从1931年开始，整整独立抗拒日本10年后，听到日本攻击偷袭珍珠港
啊，感觉上中国从此不会孤立无援了。这下子川普干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啊，偷袭了全世界各国，让中国从此从所有的国家当中变成了一个极大的转机。加拿大也好，欧盟也好，东南亚国家也好，拉丁美洲国家也好，突然发觉说这个世界上最稳定，这个世界上最确定的，因为川普本身呢，他唯一的确定就是他完全不确定啊。他唯一的稳定就是他绝对不稳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大家我觉得中国熬了10年的时间啊，当然没有这么久，但是也才8年了嘛，2018年到现在，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中国本身的话呢，不管怎么讲啊，虽然中国是按你算法也有60%以上了，对不对？但是呢，中国现在所要面对的话呢，就是大家一起联合来对付美国这个小混蛋。啊，为什么叫做小混蛋呢？因为美国实际上呢，他就讲到贸易当中，他对贸易的依赖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国家。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对于自由贸易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你的想象。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要改变美国人的生活习惯，一下子突然要增加这个税，增加那个税，川普会得到3方面的损失啊。第一个就是说是大家会发觉啊，美元本身的用处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因为大家往来贸易，中国跟欧洲之间贸易怎么可能用美元呢？对不对？中国跟加拿大的话呢，基本上人民币加加元啊，对不对？可以自己搞一篮子货币啊。所以非美元的货币会变成一篮子，加拿大不要美元的话呢，这个是构成一个直接的情况。因为彼此之间你要关税，我这个关税我惹不起你，我就不来了。这个是美元本身。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知道吗？一旦没有美元以后，因为美国的贸易平衡靠什么？美国贸易平衡不是靠关税，美国的贸易平衡是卖武器啊。我们刚刚有一条还讲到菲律宾啊，开口闭口就几十亿，台湾这边的几十亿。美国的武器超级贵的，一盒这个一个塑料袋装的螺丝就要5万块美金啊，一个马桶就要1万块美金。那你开玩笑，谁买得起啊？对不对？你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美军也垮了，你东西卖不掉，美元这么贵。我跟大家强调一下，美国这样子流氓下的搞法的话，美国梦也垮了。请大家记住啊，川普敢嚣张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有3大法宝。美国3大法宝就是美元、美军跟美国梦。他这个一搞的话呢，长远来讲的话呢，发生的影响，大家怎么会拿美国当成一个梦幻的地方呢？对不对？因为你通货膨胀这么高，对不对？然后你的美元本身来讲，就在整个世界上的主要的贸易当中，会的使用率下跌。那另外的话呢，你这个美军的力量的话呢，我们以前强调，那美国3大支柱都没有的话呢，你要靠什么这么嚣张？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我觉得美国离拉丁美洲的日子不远了。真的非常有可能的，就是美国的衰败，就是从今天呢，就是2025年的4月2号，其实讲起来是我们的4月3号，解放日，是解放日。这解放日当中，我觉得是中国解放日，不是美国的解放日，就是大家从此，中国本身来讲，所以我刚刚讲说，哎呦，中国一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哇，突然感觉到不用独立抗战了。那美国现在情况下，中国本身跟美国打这场贸易战，也不用独立打了，一大堆盟友都传进来了，你看着好了嘛，你看着好了。是我们先接广告，等等回来请姜老师总结。节目最后要请姜老师帮我们总结。好，我看到在4月1号，美国有一个基金会啊，专门讨论税制的，他发表一个报告。他说，川普第一任期2018年啊开始征这个关税，大家还记得吗？2018年1月，他对所有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还有洗衣机征税，当然主要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然后几个月以后又对钢铝加税啊。他说这个报告书说啊，说大概加在一起呢，最后他对38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税了。然后他计算了一下。说川普的第一任期的这一套加税，给美国 GDP 是减少了0.2个百分点，公司的资本存货呢减少0.1个百分点，然后全美国少了14万2千个工作机会。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时事评论员蒋宝珍。好，清明节平安。好，一开始要先带您来看到的是，在这2天呢，这个对岸已经告诉我们军演结束了，但是呢，也传出了一个消息，就是美国的军机在我们附近，结果是谁去跟他们 say hello？
竟然是共机呀！这个呢是在今天清晨6点47分的时候传出，有一架美国军机飞越了台湾恒春外海附近空域，结果是中共军机去拦截，而且试图的将它给驱赶。大家就觉得，这个讲法很奇怪啊，不是说在我们的外海区域，怎么会不是我们的人去反应？好，另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山东舰。山东舰这一回呢，很明确的，它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的东南方，在这边呢，他们对演的是对海跟对陆的打击。表示它可以制陆，可以制空，同时呢，它是从哪里来的？这是这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以往呢，它是从上面下来，没有这次从下面上来，然后就待在这个地方。待在这个地方呢，它某一种层面上面，如果说的商船是从这边这样绕过来的话，它完全的就切断了这一些的所谓的海空运路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两岸真的起战事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这很重要了。另一件呢，则是他们现在发现了有新式的飞弹加入了这一次的对台军演，这个叫做极音速 KD-21飞弹，说呢这是他们新研发的一个空射的极音速飞弹，而且是弹道飞弹。那有人说呢，它看起来很像是匕首，就是俄国的那个匕首新式飞弹，但目前内容不多，知道是这应该就是他们新研发出来的一个极音速飞弹。玉渊谈天，好，如果长期有在看两岸的军事事务的话，您会理解，他其实呢常常在解析解放军的一些动作。他认为这一次的对台动作呢，是形成一种全新的控岛模式。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得出来，演训科目里面有所谓的精准打击，就是现在告诉你，它会精准的多项打击，同时呢会风控，频率呢也在变高当中。再来呢，就是海上通道的部分，因为加入了海警嘛，所以呢等于说它也在海上通道上要把那些试图逃走的台独分裂分子就要给它抓起来。控岛我们刚刚讲的，在它周遭的部分，其实已经完全的将它给封锁住了，不管是外面要投入的物资，或者是里面的人要出去，几乎掐住了你的脖子。那这一回呢，还有一些比较震撼的画面，包括说他们有一些新型的战法，这里面呢就包含了有远程的火力，然后告诉你他会打你的港口。再来呢，则是在西南方这边，他们有打击正位，山东舰来了这里之后呢，也演练对海跟对陆的打击。同时呢，也看到央视他们所释出的画面，很明显的拍到了我们的中央山脉，它也帮你标示出来，那是不是表示它跟我们其实位置其实是蛮近的呢？而我们刚刚讲的是多点精准打击，这一次的军演呢有模拟炸台湾，而且画面通通画给你看。好，这是上次呢就有看到远香火，这一回呢实际模拟射击打哪些地方？打包括了台中、云林、嘉义、台南、高雄、花莲、台东都是重要的港口、能源通道、补给要道，甚至是输泊岸道，明确的告诉你，我要完全的将你给控制。那重点来了。就是要坚决的挫台独，还正告赖清德当局说，玩火自焚，闹越凶就会亡得越快。当然，如果对方已经告诉你我会怎么打的时候，赖清德政府你要想的是我要如何因应，如何反制。在这一次过程，很多网友在看的是 LNG 船好像进不来，甚至呢疑似因为军演的关系，所以他们改了一些路线，在那边绕圈圈。针对于这些说法，昨天海巡还有国防部都告诉你，叫做错假讯息，意图乱台，没这件事情。好，可是航运界的人士讲的是，确实啊，你看那个航机图看起来就是很像是获得指示要避险。换句话说，以前有人说买美国的 LNG 船，这对岸就不敢动，或者是就进得来，这是真的吗？还是其实国防部在这一次也没跟我们讲一些大实话？比如山东舰为什么那个时候知道他在那边？第一时间不是也是日本告诉我们的吗？另外呢，则是共舰到底有没有进到24海里？国防部记者会强调没有这件事情。好，可是来咯，科研船，这一艘科研船呢叫做裕民轮，你看它就是很近啊，就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真的没有进到我们的24海里内吗？甚至有人说是到内水，内水是12海里管贝宁不是说科研船我们海巡人员也一定会把它给赶出去吗？因为网络上面也开始有人在讲说，我们海巡有对他喊话，他根本就不理我们。那这些内容呢，到底我们的海巡、我们的国防有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事项？在第一岛链上面，台湾目前面临这样的状态，其他的人呢？
马尼拉这里呢说要抗中，所以呢，美国批准他1800亿的军售计划，要卖给他们20架的 F-16V 的战机。然后美国的参联会的这个参谋主席呢，他们是怎么讲的？他们说国防工业基础是有缺陷的，打持久战我们有很多的不足，美军还没做好准备。换句话说，他也真的是还没准备好跟美中中须一战的那一战。但是台湾呢？台湾现在人家已经全面封控了，请教亮哥，我们准备好了吗？还是说我们其实很多事情不太好说，也不太希望台湾人知道，包括了军机都飞到横冲外海了，结果去拦截他的是谁？是共机呀。其实大陆这一次军演是完全公开的，对，他要用什么武器打你哪里，都是公开的，都是洋模啦，比如说他说要打你的雷达，他用 PHL 火箭炮，长程的，他也都公开。那比如说你说轰6K， 我真的没有想到是 KT-21啦啊，因为 KT-21有人说是鹰击21的变形。哦。那可是差别就在于它是空射。因为超高音速导弹，中国大陆现在空射的很少。是。那如果这个可以空射，那就麻烦了。比如说轰6K 可以装4枚 KT-21，然后中速是5马赫，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挡啊。对。而且它的射程超过1000公里，是，所以你根本看不到。它根本就还没飞近，它就射了嘛。它都是公开的啦。比如说这个 LNG 船其实我们政府也不要讲这些啦，因为这个很容易查航机图。我自己都去查了啊。是。它是在3月31号，大概下午1点的时候就已经接近台湾的外海。下午1点。那照理讲，如果没有这个演习，他3月31号晚上就进来台湾了，合理，对不对？结果他什么时候进来？4月2号晚上7点50，所以当然是被耽误了嘛。2天呢？那可是就是 LNG 船自己要谨慎，这个完全合理啊。所以你不用帮他解释什么，因为国际的海运本来就是这样做的。前面有军演，我干嘛去冒险？我是 LNG 船所以这个当然不是说所谓的封锁，也不是封锁啦，因为中国大陆也没有真的执行可是 LNG 船，因为我4月1号、4月2号，接下来还没有结束，我怎么敢进来啊？所以他就等4月2号真的下午6点多结束，他就赶快开进来。事实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去掩饰了，还要说什么假讯息，有人故意在散播假讯息。我跟你讲，这个讯息都是公开的啦。比如说，我们说那个山东航母山东航母它329没有错，顾立雄讲的对，从海南岛往上巴士海峡方向开嘛。我跟你讲，它也很精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卡尔文森号3月28号在关岛，所以他那个时候开到巴士海峡，刚好可以卡位啊。我们不会碰面嘛？你认为他们没有联络吗？我不相信因为后来我们就看到卡尔文森号就从关岛那边往这边开，结果他开到菲律宾的莱特湾他不往上开，他开到莱特湾是4月1号莱特湾距离那个山东号的位置大概1000公里，然后他莱特湾也可以4月2号还在军演嘛，你怎么不往上开啊？怎么不来看看我们？没有啊，他就继续往中东开啊。我跟你讲，这种航机图是掩饰不了的啦。所以我觉得你去糊弄这些没有用的啦。我们可以说，中国跟美国他们会互相协调，我们不要强蹦所以美国3月21慢慢，然后开到关岛那个过程，那就看等你到关岛我才开始出发，不就这样吗？所以我是觉得可是这件事情就对美国有点伤啦，是因为海格塞斯，美国的国防部长刚在日本呛中国大陆嘛，说他会怎样，那你就是明显言行不一嘛。你在这里事实上伤的是这个部分，就说美国又在吹牛了你不是说你有什么11页的作战计划机密报告，那结果你卡尔文森号是这样运作，欧计划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
我跟你讲，这种东西是掩盖不了的啦。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国防部在公布资料啦，比如说航母的位置距离我们的西南方200多公里，就是日本公布的啊，对不对？对，日本第一天就公布啦。是的。那还有英文的资料嘞，英文的资料人家就没有像台湾只公布空军的那个解放军那个战机的状态，对，你为什么没有公布海军的位置？是，你也没有公布海军的航机啊。我们讲那个大陆的军舰啊，那大陆的那个山东舰有8艘船，那另外那13艘在哪里啊？还有海警船呢，海警船有4艘我们台湾都不公布啊。那你以为人家找不到吗？照样找得到啦。所以我跟你讲，你这个唬弄不了军事专家啦。所以我说，你这样只是让人家觉得你自己没有准备好。而且中国大陆这一次的计划真的完全透明，什么东西摆在哪里都告诉你啊，因为它不是这次要用，它是520要用，它实际上就是示警嘛，希望你520知所进退。不然可能就要用，这个叫剑指520嘛，那到时候可能会摊牌啊，那也是给美国看，就说我就这样摆谱啊，那美国要不要处理一下？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有多方的政治的用意啊，大概这样。这个时间点啦，当然，但问题就是刚刚亮哥所讲的，其实很多资讯，当我们看到媒体报道，我们实际去查核，然后我们实际告诉大家的时候，政府跟我们讲说，你们那个叫意图乱台，你们那个叫假讯息。但问题是，很多的讯息政府不讲啊，我们只能自己去找啊。那请教岳老师，你会怎么看？我们现在能讲的越来越少啊，你千万不能够讲说是武统会成功嘛。这个要千万不要要注意一下。我还想看到你。因为在这觉得话呢，这个玉渊谈天里面讲的，我认同一个观点，因为这是我少见了，因为大陆所有公布的讯息里面都有英文哦，里面都有英文哦，就是要给美国看。对呀，这是要给美国看的。对啊，所以大家要记住啊，就是说可能不是针对台湾的啊，我有第一个证据就是说是给美国看的，这个让美国人知道说大陆这是针对你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啊，那个山东舰本身那个编队啊，这个原来的话呢，从这个北上的一个过程当中啊，离台湾大家可以看到地图啊，这不用讲，它非常近啊。对，山东舰是什么东西？大陆有3艘航空母舰，第1艘的瓦良格号改装的辽宁舰，基本上的话呢，就是一个试验型的这个航空母舰。然后福建舰的话还没有正式下海，山东舰是大陆目前最强的海军趋势啊。所以他自己带的这个讯息非常明显，就是陆军、海军、空军再加上火箭军，通通来了。所以大家语言来看到这个讯息就非常清楚。我觉得第3点的话呢，玉渊谈天里面讲的这3点啊，所以因为大陆本身啊就是在问啊，为什么说好像台湾都不怕啊，股市还上涨啦，什么这些东西啊，的确我们都不怕。原因什么呢？第一个呢，多项打击啊，多重方向的打击，这个是针对什么呢？冤有头债有主啊，大家心里知道。有些人的话呢，光宗耀祖，这个时候报效祖宗的时候到了啊！这第一个多项打击。第二个风控啊，请注意啊，风控不是封锁啊，封锁是下一步啊。所以说呢，我们那个 LNG 那个船啊，它基本上的话呢是属于风控这个过程。它一看的话呢，这个风险你自己评估啊，你觉得说是没有风险的你就过来啊，有风险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说是采取面对。然后第3个的话呢，是通缉外逃名单内的台独人员啊。这个人不多，这个人多，因为我目前为止知道的人数好像就是10几个嘛，对不对？那我们有2300万人，所以大家当然不害怕了，对不对？人不多啊，你10几个通缉的话呢，但是你本身的做法上来讲的话呢，已经到达了什么样的阶段？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那个不怕的人永远不怕，还有一种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还有第3点的话呢，就是说台湾目前为止所面对的这一次的演习情况，它最可怕的事情是4月1号完全没有宣布。4月2号居然就取了个名字，但你要记住，连续2天了。而实际上的话呢，虽然很透明、很明白啊，但是主控权不在我们手里啊。到目前为止结束了没有？今天到3号了，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外的话呢，没有公布完整的消息；对内的话呢，就是尽量告诉你没事没事，大家都以为没事。所以我今天会感觉到说是这个去扫墓的时候，觉得高速公路特别拥挤啊，大家都不是去宜兰玩啊，就是往南部玩啊，就是生活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就是我相信啊，大家会觉得说武统的成功的希望不大啊，所以说就觉得很安心了。
但是这个在但是我听到讯息上面，主持人听我讲的越讲越讲，好像表情不对一样啊。讯息上面，因为我们确实很远呐。对了，我们收了很多讯息了哦，因为我们长期在看外电嘛，要有很多的讯息的这个阅读，但在阅读讯息的时候，你心里面想知道的其实就是到底我们政府它实际掌握了多少？当然，他告诉我们的可能不多，但他掌握多少？他准备了多少？他都知道了。请教江老师。好，燕莹讲到这个，我们台湾的 LNG 到底有储备有多少啊？我看今天的媒体啊头版啊都这么大标题讲，说模拟攻击我们的天然气接收站啊。这个我倒要请问一下这位观众啊，如果断电、断水、断气，你能不能在家存活？你能存活多久？这个呢，每一个人都要自我检讨、自我检视一下啊，你家里的这个存活的资源是怎么样？这也符合赖总统所说的全社会韧性防卫啊。那你能不能存活？那前面又提到山东舰出来了，我想将来如果它真正动武啊，那一定是3个航母呢，大概都会出动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非常的谨慎了。不过刚刚苑老师说说不能讲武统他必胜，说我们得说呢，我们能够坚决抵抗啊，这当然是要坚决抵抗。可是我想到《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啊，说知可战，不可战者胜。这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对什么人、对什么国家，你可以跟他打一仗，然后你也知道什么时候对什么国家、什么人，你不能跟他打一仗。那你如果知道这2点，你就会胜利。那我现在要请问啊，我们台湾，我们知不知道这2点？我们觉得我们是可以跟大陆打一仗，然后我们会胜吗？我倒要想啊，我要到大胆一点说啊，与其让川普跟习近平做一个交易，把我们台湾做一个交易，这不是不可能，因为乌克兰不就是这样吗？那与其我们变成这样一个交易的筹码，何不我们大胆一点，来跟大陆讨论说我们两岸如何和解和和平统一？这一点大家觉得奇怪吗？其实不因为我们国家的宪法增修条文前面就讲，为因应国家统一前，所以我们现在的状态是国家统一之前，因此我们长远的目标。按照宪法是要统一的，只是当然我们都不希望是武统，但是你要从老共的角度讲，如果他觉得合统无望、绝望，那怎么办？他的反分裂法不就说那时候就得动武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老共觉得统一是绝望呢？最近我看到周习伟先生的一个短片他说大陆不是外国，大陆是台湾人的家。这是真的。以前汪永庆先生也说过，唐山子孙回唐山这是我们历代台湾人民先祖的愿望，说唐山子孙终究有一天要回唐山的。所以与其我们成为中美2国的交易的棋子，那何不我们自己主动跟大陆说，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两岸如何和解。好，其实呢，在目前来讲，可能没有真的想要和解的是谁？是川普。